嗨，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全球大量化。今天同样要邀请是我们最棒的嘉宾郭正亮老师。大平安啊，老师呢？今天我们要每一次，因为我们录影时间是礼拜三下午嘛，那准备午茶。今天特别是什么？我们来准备这个让你精神好、活力充沛，这个是我们今天新的，叫做黑卡好心情。好，虽然上面写呢，就是说好像是给男生吃的 men's。但是告诉你，女生也需要，为什么？她刚刚看到那个心，你先来颗3颗，一次3颗，一次3颗，一次3颗，来，你赶紧推啦。明明女生也可以，为什么？女生也可以吃，她刚刚说真的假的？女生可以吃，可以啊。一次只能吃3粒，你坑啊，姐你要不要做啊？没啦，坑家这个是加镜头底每个人都要吃呀。嘿啦，镜头底下但前面这个大哥也都是需要来补充一下体力。下午我们录影的时间3、4点了。你也吃过了？我在宅轩那边有吃过。那你有觉得？因为我刚一进来我就说，哇，中药味有中药味，它中药味是比较浓的，因为它里面其实主要是牡蛎吧。牡蛎，然后有这个蔷薇、红景天，然后因为里面也有韩国黑参，然后重点就是这个啦，黑红玛卡，就是让我们感受到好像很快的会觉得说，有感觉。原因是因为它是6倍的浓缩玛卡的营养，那同时呢也告诉大家，很多运动员，这是奥林匹克总部准许运动员摄取的，就是这种玛卡的营养素。你有感觉吗？我自己昨天下午累的时候吃比较有感觉。对，累的时候，对我进棚前吃，我觉得有感觉。有代理过另外一个，那个跟这有点类似，那个就是累的时候，我通常是要到4点多才会吃，因为现在还属于精力充沛状态。他好厉害，他一整天那个行程那个通道之满。我们印象是吃这种东西大概2、3个小时会精神好。我昨天就是进棚之前吃，然后到结束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精神。不过这个给人家感觉效果比较快。对，我的感觉啦，因为我吃过一次，你吃过一次，今天这第2次。第2次，那等一下再试试看，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录影的过程当中，来看看火箭发射。有没有同样精力充沛？好，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因为它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营养素，对，牡蛎25颗哈，3锭就25颗。你吃25粒牡蛎会怎样？我嘛唔知，我唔捌一概食遐济过。无安尼经验过，所以无法度跟你讲。可是呢，他有在讲什么？这个很适合我，暴躁易怒睡不好，有没有？每天晚上回家看到小孩就暴躁易怒睡不好。然后呢，如果说这阵子呢，这个交际应酬比较多的话，他们也说这个其实还蛮适合的。我可能因为暴躁易怒睡不好，讲陈慧文你该吃。伊讲诶，镜头迄边不是我，不是我紧的哦。好，来跟大家讲一下哈，每次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做经验分享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比较特别的。当然，这次的特别优惠就是，如果是3入组的话呢，它是58折；7入组是56折，几乎是打到骨折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呢，欢迎大家哈，现在在聊天室蓝色的栏目这一栏呢，它里面就会有连结，直接点进去。但在这个地方买才会有属于新闻大白话的优惠，也就是说呢，你回到我们的电商平台或是其他的购物网都不会有这个58折、56折的优惠，所以呢，提醒大家有需要的话，欢迎大家自行来采购了。好，不过回过头来，还吃完了精力充沛之后，马上要来讲这个人精力也很充沛。好，这个是王毅。这个说一包20份，所以都小包装好的。没有，它里面就是一颗一颗的。一颗一颗的，然后它这里面呢，它是说一共1份3锭啊，20份啊，对啦，所以每一份里面有3锭啊。没啦，这个是你是讲内底有一包的没有吗？没有，它是对，它就是这样。一句提醒你一次要吃3锭。是的，一次吃3锭。但是如果说呢，你本身因为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嘛，有的人觉得他吃2颗就够了，那你就吃2颗就好。对，那我个人呢是因为开黑啦，我都要吃到3颗，比较有感觉。然后呢，你要早中晚吃啊。不行啊，一天不能吃那么多啦，他一天吃3颗，对，加这嘛不好啦哈，任何食品吃多都不好。但是呢，回过头来，先赶快来讲啦，王毅，你怎么样来看王毅？26到28，要访问美国。对哦。那你之前一直跟我们讲说，你有行化经济有没有先行，对不对？奇怪，经济这次没有先行，王毅直接行。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转换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转变啊？当然，他们经济本来在耶伦去的时候就成立了2个工作小组，这2个工作小组现在是视讯的，金融组跟经济组都有开会，还有一个商业组。
对，两个嘛哈。Romando 去，还有一个上月组。对，那 Romando 那个这次还没。那这次叶伦两个前后2天哈都有各自的视讯会议，可是何立峰就是好像没有看到他真的去到美国，但是王毅现在确定要去了，要讲什么？大陆方面说要讲的是深谈区域问题。当然，在目前这个时刻，以哈战争。大家都希望赶快停火。那彼此之间呢，布林肯也在这个联合国这边讲了，说希望呢中方这边也能够跟他们一起来发挥一些作用。那可是在这个时候，王毅去到这边，除了谈区域问题之外，大家更关心的是美中关系是不是真的改善了？先来听听亮哥怎么分析。我觉得何立峰没有去，是因为他大概觉得现在大的议题要有共识非常困难。你说经济方面？对，经济方面啊，因为那个 AI 晶片才又新的一波管制出口嘛，而且很快耶，怎么17号，然后马上昨天就立刻生效嘛，对啊，对不对？为什么？真的好快呢？很奇怪啦，我觉得自从以巴这个战争开始啊，拜登的整个心都放在以色列，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了，因为你这个可以晚一点宣布啊，你可以明年1月再实施啊，你急什么？对不对？NVIDIA AI 晶片又不是那么急迫的事啊？可是因为你这样干，所以中国大陆只能够依法做反制，所以就管制石墨出口，不是吗？对，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就是让双方的气氛变糟嘛。那变糟，那何立峰在这种氛围下怎么去啊？所以他找不到理由去啊。可是王毅为什么会去？因为本来是想说何立峰去有点经济清单，那王毅再去嘛因为发生了很多区域的紧急状况，是你不谈又不行，所以你看王毅他就特别说要谈区域问题啊。是，那我觉得当然就是以巴跟俄乌啦，那当然广义也会包括台湾啦，可是台湾又没有新的状况，所以主要是以巴啦。那以巴会联动到俄乌，因为美国对乌克兰的资源一定会变少。那俄罗斯可能会趁这个机会发动攻击啊。那这个还有就是可能会不知道以巴会打多久了。对，一定会带动新一波的能源通胀。这样已经开始了。是，开始油价上面有些反应。是啊，布兰特又到19、12块啊之类的了啊。那也不知道以巴会打多久啊。那美国有一些地方需要中国的协助。所以你总要谈一下吧，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还是回到老问题了，是说那个军方互动可以开始了吧？这个就是另一个问题。李尚福昨天也是我觉得不是这个主因啊，而是他觉得他还是会不断在南海、台海跟中国碰撞。对，那中国大陆对加拿大上一次在东海也很不客气啊，对不对啊？所以美国还是希望谈这个老议题，不过就是说，因为现在是在以巴战争的状态啊，是，那我看不出拜登有拿出大决心要改善中美关系，所以你不要期待有太多成果了。但是该谈的，在这个时刻还是需要谈，也不一定会公布，因为如果是以巴情势，那出来讲一些外交辞令意义也不大。就他具体可能会有谈一些东西，可是他不会告诉你，所以他这次因为时间还没到。那这次因为跟布林肯之外，也跟苏利文，那他之前跟苏利文谈，其实就是有一种陷入，双方都说非常实质有成效的一个对话，那个都是废话啦。对，但是就是感觉就是没有共识嘛。是啊。那这样子的谈，有可能能够让我们连接到11月的 APEC 吗？就是在拜习会，就是我们大家就想问，就在当中是不是有铺路的味道嘛？美国还是要具体回应李家超的问题了，就是香港特首李家超可不可以去？还是没讲。他现在没有收到请帖啊。我跟你讲，这种 APEC 这种会啊，请帖不是用寄的，是亲送啊。你知道吧？他到现在还没有收到啊。习近平应该早就收到了啦，可是习近平还没有回答他要不要去。是。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啊，没有回答的意思就是我跟香港是绑在一起的，你自己看着办。所以这个并不必然导致说你可以推论那个习近平一定会去了。是，
就是这两个之间的连结性，因为我认为李家超的连结应该是最强的。美国如果不让李家超去，我认为中国大陆不一定会去了。就那已经是他会派别人去了，最红线的红线。对。那在后续的部分，比如说啦，您刚刚有特别提到在晶片这一块，在美中科技这双方之间，比如说美国商务部的副部长，他到了这个日本，他去开会的时候，他就直接讲嘛，哎，云端限制，我们现在也考虑哦，中国用户他们有在绕道哦，我们不让他们用。那等于说彼此之间还是没有看到那个所谓的善意。一直强调嘛，要释出善意，没有善意。可是现在呢，在政治先行、外交可能军事、国安这边先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没有善意，是不是真的就会让那个拜习会跟让那个习近平想去的动力是没有像之前那么高了？那个期待也慢慢在降落了，因为现在已经10月底啦。我觉得中国大陆并没有期待科技战会变缓和啦，也没有期待那个善意。美国经济的部分是谁需要谁的问题嘛？对啊，我觉得中国大陆并不是那么在乎啦。比如说贸易战，你降低关税，你可以降低你的通膨啊，你可以让中下阶层有比较便宜的消费品啊。那对你的选情也有利啊，你为什么不自己降呢？这跟中国没有关系那美国没有在做啊。那科技战你不断堆叠，事实上，美国这个政府已经跟科技公司还有华尔街是在不同的立场上面了。对，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嘛。那你还是在堆叠管制啊？那这也是你自己的问题啊。我不认为中国大陆会去说特别说你要不要修什么什么什么，不会，而只是说美国对中国要求什么。那中国相对的会跟他说，那你那个也要调整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跟你不是朋友了，要谈就是一个条件交换一个条件用换的，就没什么好谈的啦。你不要跟我那边装是朋友，我们不是朋友了。就是我只是因为知道这个区域情势紧张，我们各自有筹码嘛，所以我们要来讨论一下这个情势要怎么处理。这不表示我跟你是朋友啊。我们不希望以巴战争打太大是这种基于这种态度可是这一次基本上王毅这边他还是应布林肯之邀，就是回访嘛。对，这一次还是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而且还是直接讲应布林肯之邀。对，但是呢，跟先前那个布林肯去到中方访问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氛围跟现在这个氛围好像又差蛮多的。那个时候大家也没有差很多啦，但是就你不要预期太高啦，你这样一定会失望。我一定会有没有改变很多，没有改变很多，没有，完全没有。我们本来以为说他会改变，结果没想到他还是一样。你说成立那个小组嘛？对。那开完会了，有结果吗？还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嘛？是吗？没有看到，是吗？还没有看到，是吗？是。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之下，双方要开始来谈的是什么？双方要开始来谈的是以哈冲突。好，这样以哈冲突，美国就直接讲了啦，说希望有更具体的做法。然后呢，在访问前夕的时候，其实王毅也分别跟以色列外长，还有呢巴勒斯坦这边的外长呢，他们分别的通话。当然了，这边讲以色列这边讲，就一定讲说我们认为你们也应该要有这个防护的自卫权啊，对不对？但是你们也要保障平民的安全啊。那这边呢，当然就会讲说，要保障你们基本的生存条件啊，还是希望两国方案啊，两边都持续的在说。但是其实美国他的态度是不是有一些改变了？因为呢，在24号的时候的新闻，你看到他还是认为加沙停火只会让哈马斯受益。但是呢，在我刚刚看到一个在联合国这边最新的，布林肯已经说了，第一次的讲说，他认为应该要人道主义的暂时停火。那你为什么要否决呢？可是他这个提案就是人道主义停火巴西那个吗？是啊，对。那你自相矛盾啊。但他现在开始有一些转变，我不认为了。看到军事上面，基本上他船也是在我觉得那个只是因为布林肯就是一个无能的人嘛，你联合国行使否决权，这才是正式态度了。对，12国赞成你给人家一票否决，所以你现在讲什么都没有用嘛，你自己在提案嘛，你在联合国提案嘛，不然讲这种话都没有用啊。是因为这个没有决议的性质嘛，那个是要成为决议，你给人家否决，所以这种就是讲漂亮话啦。
这种人不要理他了。所以他有没有可能是在情势上面？因为现在伊朗也开始有一些动作，我这个都没有用，没有用，都没有用，只要要有要有具体的动作，请你派兵进加萨嘛，制止以色列嘛。比如说我随便讲了，那个拉法走廊，就是埃及的边境，开啊，你派兵进去强制打开嘛，以色列不开嘛，以色列昨天只开八辆车，对，你凭什么这样做？随便你决定啊，一下20，一下8，那你美国讲漂亮话没有用嘛，你既然要求他打开嘛，这个时候手上没有兵是没有用的啦，你讲那种漂亮话有什么用？没有兵的都没有话语权啊，我讲白了就是这样，因为这是战场，本来就是嘛。是啊，是，但是现在在加萨里面内部的状况就是它也没有煤了，然后也没有能源了，然后可是呢，以色列他也不让人家送，还说呢，你要去问哈马斯啊，那个都是哈马斯，那跟我们没有关系。那实际的这个战况是什么？实际的战况看到的是他们持续的空袭加萨，24小时400次，你想想看那有多可怕。然后呢，再另一个是什么？当然，美国、加拿大啊，他们就会呼吁人道主义啊，暂时停火啊，等等等。可是以色列还是踩得很硬，甚至当联合国秘书长在讲说呢，哈马斯会突袭，其实他有他的理由的时候，以色列就整个炸掉了。那他的用语啦，他的用语说哈马斯突袭并非无可厚非啦。他不是这样讲，讲这样就非常严重了。他不是这样讲，他说哈马斯突袭是有原因的，他就这样讲而已。以色列就跳起来了。对，以色列说你给我辞职，你看他有多凶啊！以色列意思就是说，这个当然是没有原因的，他就是恶魔，恶魔只能摧毁，他的逻辑就是这样。所以你要这样搞，怎么会有解呢？连联合国秘书长讲话，你都直接说你给我辞职，那你是谁啊？请问你是谁啊？你是安理会理事国吗？你凭什么讲话这样？还有那天安理会有人提了案。他就当场骂安理会，对，你是谁啊？如果不是因为如果不是因为美国挺你，你是谁嘛？所以现在的局面就是这样，就是你美国一面倒支持以色列嘛，然后因为以色列跟美国的军力远远超过周边国家嘛，是，所以大家没辙嘛，现在的情境就是这样嘛，那当他要挡卡车不让人家进去做人道救援的时候。你在旁边讲风凉话都没有用嘛，比如说法国、德国都在讲啊，应该让他进去啊。对，你派兵来嘛，因为真正在阻挡的是以色列的军队嘛。请问谁能够节制以色列的军队嘛？比如说我讲一些更悲惨的故事啊，加萨走廊每天有160个孕妇要生产，现在小朋友只要生出来需要保温箱，就一定死亡。因为没有电，没有电啊。那这个行为你为什么不制止？所以不要讲风凉话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时候你讲的风凉话都没有用。就是你叫他不要，你要叫他供电嘛。他断水、断电、断粮、断药，是，这个完全违反国际法。那个联合国秘书长他就是公开回去非常生气，他说以色列已经违反了国际法。还没辙，你知道吗？所以这个联合国废掉算了。就联合国它的魄力在哪里？它的真正能够。然后你布林肯讲那风凉话干嘛？你给人家行使否决权。是。巴西提案人道主义暂停嘛？希望暂停停火，让人道物资先进去。你美国给人家投了否决权，然后再出来讲风凉话。那请你让以色列的军方走开啊，让物资进去啊。所以我跟你讲啊，他这样搞啊，就是让他的声望越来越下降了。那你要这样玩就这样玩嘛。所以我觉得中国跟俄罗斯其实都不是非常积极的，就是说你要这样玩你就去玩啊，我看你能撑多久。就是让美国，如果你要这样继续走的话，你就这样继续走。所以布林肯那个讲话没有人理他嘛，是因为你就做给人家看嘛，对不对？比如说昨天马克宏去以色列，也是一样啊。就说哎呀，这个人道主义救援要注意啦，都是同样的话。然后又挺以色列打哈马斯啊，这种就是屁话嘛。你讲这有什么用？对不对？虽然马克宏是不像
德国总理跟英国首相这样一面倒了啊，他好歹也把人道主义问题谈到了啊，可是也是没有用啊，为什么法国会讲的不一样？因为他国内有840万的穆斯林啊，对，他们的那个就是因为这样啊，这很现实嘛。可是你讲的有什么用？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啊，这个叫做不见棺材不掉泪了。那你觉得现在在这个伊斯兰他们组织有蛮多人就是在看到，因为最近包括了这几天来啊，有人说美国的在中东这一边的这个基地是13次的被袭击，有人说是14次被袭击。那 anyway 就是大家开始突然发现了这些穆斯林或是比较偏伊斯兰国的这些组织、民兵组织，他们开始有动作了。那前一阵子呢，就有看得到说伊朗他们在第2大城这边圣城升起黑旗，他说那个不是什么军事意义象征，那个只是我们在哀悼加萨这边罹难的这一些平民。那可是，所以连他都进退两难嘛。他也没有很强悍的表达。伊朗也是进退两难。所以我想问的就是，您怎么样来看现在在整个伊斯兰地区，他们是中东地区这一些比较穆斯林国家，他们是就是还是大家都是退的比较外，太弱了。有没有可能直接跟美国直接叫板，就直接冲上，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你不要说跟美国叫板了，你跟以色列都不能叫板了。以色列黎巴嫩真主党现在还在考虑要不要进去啊？他们火箭已经互相射了，而且好几天从开始到现在。对，可是黎巴嫩真主党到现在还在考虑要不要进去。那如果连黎巴嫩真主党都这样考虑，那其他更被动啊，都是嘴巴喊喊而已啦。你现在，所以我才跟你讲，为什么说要讲到不见棺材不掉泪？什么叫棺材啊？就是死人呐，比如说那个伊斯兰国跟那个盖达组织下全球令啊，说国际恐攻开始，那我们就看到一位美国嘛，一位实际上声望很好的一个犹太的女士啊，就被刺杀嘛，就你，因为人家在以色列打不赢你嘛，所以他就外溢到其他国家。那因为他军队打不赢你，结果他就去杀平民啊。就你等待的结果就会变成如此嘛。当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是啊，不是到处劫机，因为他打不赢你嘛，所以就衍生成各种恐怖行为嘛。就是军事没办法让你害怕，我要用让你害怕的方式，你才会听我说话。对啊，就是这样啊，要争取发言权嘛，就是这样嘛。那个巴勒斯坦周边的国家都很弱嘛，都跟以色列是差很远的距离啦，完全不是对手啦。哈马斯连空军都没有连飞弹都没有只有火箭弹你怎么打？所以只能躲在地道里面，跟你玩神出鬼没的游击战啊。那这种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谁知道？就是你以色列进去了，假设进去还没进去嘛我觉得他大概在研究地道了，因为最近看到一些资料才知道，那个地道竟然有深到10层楼的，你知道吗？对。那怎么处理啊？那搞不好你的人质就在最深的地方你怎么救？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以色列最近国防部说这个延缓出动平面部队，我认为是因为在军事上卡住了，他想不出能救人 solution 啦，想不出来啦，想不出来怎么救到人质，想不出来怎么消灭哈马斯，因为哈马斯会窜来窜去啊。所以他现在还在思考要怎么样来进攻，时间也不多了啦。所以你看纳坦雅胡说了嘛，说我们快了就是这样纳塔尼亚胡一直在吹气，也跟他自己本身的政治生涯有点关系。因为现在在国内的这个政治的声望也很不好嘛，80%多的人都觉得说你要负责嘛，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比如说刚被救出来这个人质一个老奶奶85岁，他就讲说我们一直有在跟军方讲有迹象，最近很奇怪，但军方不理我们，政府不理我们，所以大家一直开始来就责纳塔尼亚胡。可是这件事情，纳塔尼亚胡一直在战争没有结束，你没有办法就责啦。对，但是在纳塔尼亚胡一直在催，那当然他的国内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谴责他的声音，那要求他再负政治责任。可是问题是纳塔尼亚胡他的想法是，政治人物嘛，我是不是冲这一波之后，我也许肯定翻盘，我也许可以，肯定这样想。对，那这就而且讲白了，
这一波搞不好不会结束，因为只要战争持续进行中，对，你怎么叫我下来 ？BB 就在啊，而且你不能叫我下来啊。没有主帅。以色列现在的主民意是，等战争结束了，你给我下台。那人家那就让战争不要结束啊。这样不是对他利益最大？目前就有点是这样的状况啊。所以谁也不知道这场仗打到哪里叫结束啊。请问哪里叫结束？哈马斯政府已经被推翻了，那散在各地啊，散在地洞里面啊，那你说要消灭，那是第一阶段哦。对，他的第一阶段就要消灭哈马斯嘛，那第二阶段叫做扑灭零星反抗嘛，对不对？那第三阶段才叫成立安全政府，对不对啊？你第一阶段就过不完嘛。什么叫消灭哈马斯？你要推翻一个政府很容易啊，可是什么叫做消灭哈马斯？他的领导人很多在国外啊，你怎么不去抓？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叫做语义模糊而实际上不可行、做不到的战争目标嘛。那偏偏他第一阶段就这样写。所以美国基本上啊，我讲白了啦，我也看到美国跟英国很多媒体就直接讲说，以色列没有 plan。对，他们说派人进去或派军队过去，就是因为他搞不清楚他要干嘛。因为你这个简单讲就是 how long， 你要打多久 ，what to do， 你要做到哪里算数，你都没有精确的概念嘛。所以你没有 plan 嘛，你没有计划嘛，你现在是复仇然后进来了嘛。可是人家不知道你要干嘛，你要做到什么程度啊？你如果说我要彰显我的自卫权以色列到目前为止总共死了1700人，是，加沙地区已经死了5500人了，是，那这样还不够吗？这样还不够你作为自卫权的反击的正义吗？还不够吗？那请问到哪里才够？要死2万人是不是？就你要给我一个目标嘛。现在不知道。我不知道拜登见纳坦雅胡的时候有没有问他这个问题啦？就你给我一个目标，你什么时候要走啦？因为美国给我的感觉是，他并没有完全去禁绝他做地面行动嘛。没有啊。可是他只是一直在讲一个逻辑说，人质就优先嘛。是所以他是用这个来缓和他进军的速度可是我不认为以色列会抢救人质优先了，不可能的啦。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嘛，你怎么优先？因为其实呢，这美国他们，我刚刚还派了一个中将过去嘛，然后那个中将说之前在伊拉克这边对地道战比较熟啦，对，很会打巷战、地道战比较熟的，说他派他去就是为什么要减少平民伤亡，那就表示你还是那我举他继续好，那我们就用伊拉克做例子了。我跟你讲美军进去的时候，因为最近已经有人在讨论伊拉克了因为巷战嘛，对，那美军进去，他就看到那个巷战的状况，然后他们的作战计划是要打1个月那结果后来打了8个月，所以这个将军哪有多厉害？就是有太多变数你不能控制了，你知道吧？那更何况伊拉克没有像这种地道，对，不一样的状况。所以我跟你讲美国事实上去伊拉克，他的战争的目的是推翻萨达姆胡塞的政权嘛，对不对？那要抓住萨达姆胡塞嘛，对不对？可是就是一直抓不到，那没有抓到，战争目标就没有结束嘛，所以就继续在进行了。最后伊拉克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30万人，好可怕。你认为这个会是美国原来的目标吗？一定不是。美国一定是在想，我就是去，然后跟伊拉克军队打仗，对不对？那打败了，我推翻他的政府，把萨达姆胡塞抓到。那是现实就不是这样嘛。现实是他第一轮的攻击是没有说他赢了，那接下来那些军队就散到民间去了，所以才会有巷战嘛。就是军人就跟民间混在一起了嘛，所以就死了一堆人嘛，然后到处都找不到，后来萨达姆胡塞是怎么找到？藏在一个地窖里面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一定有非常多的意料之外的状况，而且
加沙必然会比伊拉克还要严重。对，因为这个地方以前的根本没有人能进来啊，而且那个地道比伊拉克还复杂还要深。因为这个地方我后来了解它的历史啊，为什么这里的地道会做这么深呢？这是走私用的。是有钱人盖的，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他要从埃及走私东西进来啊，那就越挖越深。所以为什么他的绰号叫做加沙地铁？因为它可以通车啊，它是走私用的啊。所以你去想想，这个并不是一个战争的地道，是后来哈马斯把它拿来做战争使用，所以它里面一定会设计了很多门啊，那甚至有人拍到一个镜头啊，说爬楼梯整个墙壁通通都是火箭弹。对，所以就是说它冒出来的时候，它就用火箭弹突袭你啊。那你不敢下去嘛？你敢下去吗？你根本不知道它去哪里。不，所以说你下去就是凶多吉少嘛，瞎子摸象，因为你不知道下面的状况嘛。那哈马斯肯定比你熟嘛，所以你就很容易被伏击嘛，被刺杀嘛。所以以色列军队，你敢下去地道吗？那你如果不敢下去，哈马斯你怎么可能消灭？所以你一定会碰到像伊拉克的状况嘛。就本来他认为1个月可以结束的任务，给你拖到8个月啊。这样就听起来像一个麻花卷，就是已经如果纳塔利亚胡他不松口哦，那就是一直卷一直卷。那当然哈马斯这边不可能嘛。那可是问题是在于旁边周围的势力。您刚刚讲到说，其实现在旁边的这一些伊斯兰国家，他们没有特别的主动的意愿想要加入，那当然跟各国的国情跟他们自己的目前国力啊，自己目前的一些经济状况啊，这都有关系嘛，所以大家有各自的难处哦。但是现在呢，有一个状况是，如果说俄罗斯现在他开始，譬如说他也把这个史马赫的导弹呢放到这个黑海这边，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拉夫罗夫呢也开始到了伊朗德黑兰这边，然后呢，来跟他们的外长进一步说我们俄伊关系、伙伴关系加强，就会让大家想说，那是不是会有另一些的变数？有没有可能有让这一些的变数让整个局势会出现不一样？因为我也看到了说，美国还要开始向海湾国家派发这个防空系统，总共要派发12套。沙特要给他这个萨德系统哦，然后爱国者呢就要去科威特啊、约旦啊、伊拉克、卡塔尔啊、阿联酋等等，就是大家开始是不是这一些强权势力又开始进来，会不会影响到局势的发展？不会，还是一样。俄罗斯不一定要出手啊。俄罗斯事实上又不是叙利亚被攻击，对不对？你巴勒斯坦又不是他的兄弟。是叙利亚，他跟他有长期关系嘛，还有伊朗嘛。对，现在并没有进行到国家之间的战争嘛。哈马斯又不是国家，是那些黎巴嫩真主党也不是国家。如果说叙利亚、伊朗参战，那俄罗斯当然会进来啊。可是现在没有到那个地步啊，都还在民兵组织的。对啊，所以而且我讲白了啦，俄罗斯跟以色列关系也不错，因为他的俄罗斯现在有钱人都是犹太人啊。所以其实关系也不错啦。你去看，以前乌克兰也是俄罗斯的嘛，泽伦斯基就是犹太人啊，不是吗？所以我觉得坦白讲，这一战主要的变数是你阿拉伯人自己要站起来了，或者是穆斯林你要自己站起来了。你不能去想象，比如俄罗斯这种外力，对不对？我斯拉夫人干嘛来帮你这个？我自己还信东正教，对不对？系统不一样，对不对？所以除非是地缘政治，那地缘政治通常单位是政府啦。你哈马斯又不是政府，又不是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陷入战争，没有啊。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这个都是摆阵而已啦，不是真的介入啦。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啦，这个实际发生的啦。以色列有一架飞机去炸叙利亚的机场，是，就被伊朗的一颗飞弹打下来。对，那请问伊朗参战了吗？
那你怎么说，在那个交界处的地方也是有飞弹，那也是被美国拦下来，那样子算吗？那个是也门哦，对啊，对不对？那请问美国参战了吗？对啊，那这样算吗？是啊，我就是在问你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会有很多都是这样的状况。美国也没有真的参战啊，美国是在帮以色列做警戒嘛，对啊，避免大国介入嘛。比如说土耳其啦，那个伊朗啊，透过什么地方要介入，如果有发生这种事，那美国可能就会介入，那如果没有，我就是帮你警戒，也门很远呢，也门射了8架无人机，还有4颗火箭弹，射到以色列的方向嘛，那美国从东地中海，从军舰上射火弹把你拦截，那这样是参战吗？算吗？就是暧昧地带嘛，就是暧昧地带嘛，那一样嘛，因为伊朗跟叙利亚关系比较好嘛，那你以色列又要去空袭人家，我就从伊朗射1颗飞弹，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射的啦哈，反正就是把飞机打下来，那这个事实上就是在跟以色列讲说，你不要以为人家没有地对空飞弹，我可以帮他，这样你懂我意思？可是以色列也许就会减少去叙利亚空袭的次数啊，因为以前打不到他嘛，是，那现在突然发现有人打得到他，可是并不是叙利亚，所以就是大家都在防止，不要让这个状况好像太过分的外溢出去。对，可是大家都在控制它。对，可是因为地面战争只要一发生，那死伤的人数就会迅速上升。那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本来的互动的默契啦，你知道我意思？就是整个在周遭的穆斯林，他情绪是不是还是能够保持一样？很难，就不知道。我认为黎巴嫩真主党就会介入，因为会死很多人。那是一个氛围。他会看到照片嘛？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嘛。而且以色列他们开始他们给记者看什么3分钟的整个影片视频，然后跟大家讲说你不能外泄出去，里面就是说是那种很屠杀式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像，就是彼此之间其实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内容。当然啦，哈马斯对以色列人肯定也是残忍的啦。一个音乐季死了260人，你就知道多，那也是很过分的啦。他一定是用扫射的嘛。可是因为加沙这个地方有将近1半的人口是15岁以下，对，所以死亡的有非常多的儿童啊。是目前被确认死亡的人里面，我说5500嘛，里面就有1200人是儿童。那个影片也到处在传啊。我今天早上还收到一份这看了就是很难受啊，就这样啊。那我还不是穆斯林呢。你去想想穆斯林看到他会是什么心情，所以你就不可预测了，所以你可能会激发出恐攻嘛，对不对？自杀炸弹客嘛，那黎巴嫩真主党就开始突袭嘛，那所以这个战争我认为会打蛮久的，会一直咬着在那边，因为就是僵持不下，就是以色列达不到他的目标嘛，他会发现他不断被攻击嘛，对啊，那请问是哈马斯吗？You never know。那我们讲约旦河西岸，约旦河西岸照理讲不是哈马斯的，现在也是啊，死了61个人。对啊，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国防军进去的时候被丢石头啊。那个是圣经的故事啊，不是那个大卫甩石啊，叫 Sling Stone，然后打那个歌利亚那个巨人的眼睛嘛，对不对？巴勒斯坦人也是用甩石在打以色列国防军。那你想一想，那个甩石打到也会死那个甩石力量很大的。对，就是这样啊。就彼此之间的当作仇人啊。对，没有办法化解。坦白讲，这个战争领导人不让他停，他就没有办法停。这个战争的性质是种族战争、宗教战争，所以非常麻烦。是因为你用扑灭这个、消灭这个字嘛。是。那消灭这个字，人家当然就会理解成是种族战争嘛。是为什么人家会立刻连接到种族灭绝？对，因为你采取的方式断水、断电、断粮、断药，
就真的就是要他死啊！是啊，当然是这样啊，人家当然会这样说，所以说你违反国际人道法嘛。那结果竟然没有人能够制止嘛，因为大家都打不赢以色列嘛。然后美国又用否决权保护，然后不让那个安理会的大国介入嘛。这样啊。那我就要问了，那如果美国他现在其实就像您刚刚讲的那个巴西提案，其实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中性的提案，那只因为他觉得说美国啦，他觉得他没有帮以色列说话不是啦，他没有讲以色列有自卫权，对，就是没有帮以色列说话，就是等于说他其实是讲人道救援，然后不要再残害平民啊，等等等等，然后人道主义停火，但是他没有讲到说他其实那个他认为以色列他的回防是自卫权，是啊，他觉得他没有帮他这个事情、这个动作合理化，所以他就帮他否决了。我刚刚不是问你了吗？对，你要做到什么时候嘛？那我就问啊，那美国他现在的态度，他现在要跟中方来谈，然后他现在呢，这个航母也开回来啊、除了这个福特号现在已经在这边了，艾森豪号现在也开回来到东地中海这边，等于是两边就守住了嘛。那也跟伊朗讲，如果你现在再让任何的民兵组织动到我们美军，好打我们的话，我们会迅速果断的反击。等于说他态度也踩得很硬。那也叫旁边大家不要进来哦，不要加入。那他要跟中方谈，他要怎么谈？那他看起来他就是也没有要解决的意思啊。那他到底期许的是什么？没有，因为还没有看到棺材啊。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不见棺材不掉泪了，就是形势还没到嘛，还没有恶化到你必须做决定嘛。所以他也只是说说。谈判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情势还没有恶化到你必须做决定，这个跟那个侯友宜跟柯文哲不是一样，就是因为11月20号快到了嘛，你们必须做决定嘛，不然时间来不及嘛，那一样嘛，到底有多少人惨烈死亡嘛，国际恐攻到了哪里嘛，或者是哈马斯地道你发现不好打嘛，那你就要重新评估情势嘛，这样。我在学校教谈判，通常就是问你，如果什么时候你会重新评估情势嘛？因为你本来对情势是有一定的假定的嘛，对，所以才说，哎，这个阶段我还是让以色列先去报仇一下嘛。所以他就说，哎，要有自卫权。是。那你现在已经杀了人家5500了，那杀到2万的时候呢？你认为大家还会是这样看吗？比如中国大陆。他也讲了，以色列有自卫权啊。实际上本来每个国家就有自卫权嘛。当然。是你要打到哪里嘛？就是什么叫做自卫嘛？那因为你还没有到达那一点嘛，所以国际的力量就还没有很认真的来对待这个问题嘛，就是这样啊。所以谈就也只是谈，没有一个实际的动作，那就也还只是谈而已。是啊，因为你不急啊。具体的行动，大家也就是说，我们来谈，那就来说一说。这个跟俄乌谈判一样啊。是。那你怎么样？乌克兰有3次机会停止战争啊，美国都反对啊。对，是吧？那是一样的嘛。对，因为美国认为你还打得不够，就这样啊。他还持续的在给他持续的军援，可是这边这个军援呢，也因为他们的众议院议长持续的难产当中，已经要换第3个了。对这个再出来，应该也是投不出来啦。为什么？因为前面一个呢，他已经是说，第3把手了啊，川普推举的也没有办法了，第2把手也没有，这第3把手，第3把手还是不行。那现在就是继续再选那个州长出来，你觉得？有用吗？不知道。那个卡在那边，那你美国你也没有办法前进，你也没有办法有更多的动作。那怎么样来解开这个结？目前就也没有人知道。可是呢，我想要请教亮哥，回过头来就是张文义这一回，他去到了美国 DC， 他其实最重要的，除了有谈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区域性的问题、以哈的问题，彼此之间要再把立场摆出来，要再把说法拿出来之外，另一个大家就是想问说。一定会希望说，是不是有更多的交流？特别是您有提到这个防务的这个部分。那因为呢，香山论坛基本上呢，现在也快了，29号就要举办了。可是昨天这个重磅消息是，李尚福现在呢说，不但是防长这个部分被免职，同时呢，他的国务委员呢也一起被撤了。那大家就开始在问，因为商会基本上它是一个。中国防长应该是东道主，那目前29号就要来进行，美国也派了人来，然后他们的副部长办公室主任也组团来了。那不过防长不来，对他防长没有来 ，Austin 不会来，对 ，Austin 不会来，他们是派代表来。那只是说在这个
以中国为东道主的防务会议上头，大家很惊讶说，会没有防长的一个状态吗？因为昨天只讲了免掉李尚福，但是没有说要顶上谁。您怎么样来看目前的这个情势？外媒当然有传出是谁啦，就那个联合参谋长刘振立嘛。那为什么没有直接宣布了啊？对，这个因为连续2任防长都是火箭军出身的，魏凤和到李尚福，都是火箭军啊。那这个防长是陆军，对，好像是打过越战吧，还是怎样？有实际作战经验。对对对，可是就是说他基本上不是高科技兵种，那给我感觉是，我相信习近平应该就是比较希望高科技兵种的人来领导啦。那哪里知道2个人都出事？魏凤和也出事对，只是没有李尚福那么严重。那反正就跟火箭军有关啦，跟那个我们讲他那个军备发展部有关啦，那是在军委会嘛。我认为以李尚福目前这个状况，防长被免职，国务委员也被免职啊，一定有事，一定有案子。对，那只是到时间还没到，他到时候一定会公布的啦。那秦刚也是，秦刚国务委员也被撤掉了嘛。对啊，但只是后续的这个部分，大家就要因为这个中国做东是没错啦，那可是29蛮紧的哈。对啊，就是他可能让副部长带头一下也没什么啦。就是这个防务会议，那但你怎么样来看？因为所以美国就避开啊，他防长不去啊。对啊，那美中之间先前一直在想说，希望有防长的对话。那现在看到美中之间高官的互访啊，好像已经开始恢复了一定的常态了。虽然有人说融冰，可是很脆弱。但不管怎么说，先前李尚福没有办法见，除了一部分是因为说目前的氛围他们觉得还不到之外，另一个是因为他是被美方制裁的嘛，他还有卡了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的问题嘛。那如果现在换了一个人来之后，是不是某些层面来说，美中防长的对话也是？我不认为中国会拿掉了一些小石头。我不认为中国会是考虑这种因素啦。因为当初党是你美国自己造成的嘛。对那中国大陆决定要不要跟你恢复各个阶层的军方对话，那是看有没有实际的需要嘛。是因为我在你这个节目也讲过嘛。对，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中方就是说，没有绑安全带，你可能会更谨慎一点啦。绑安全带你就会开更快嘛，对不对？那中国大陆就觉得，没有绑安全带，大家适应的也不错啊。事实上，最近美国侦察机抵近中国大陆沿海做侦察已经大量变少，所以没有安全护栏啊，那效果反而比较好。所以你认为中方会有诱因吗？就是这样啊。是因为去年啊，美国抵近侦察1年是超过1200次，你说这有多频繁？那现在为什么会变少？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出事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就说，有时候那个规则的形成，往往是在恐怖力量的平衡的之间形成的啦。比如说，我认为中国大陆也在慢慢的摸索出一种规矩嘛，就说如果是你美国，那我就用我们的那个空中交往机制来处理啊，因为有这个规则啊。那如果是加拿大跟澳大利亚，对不起啊，我就不客气了，他就给你们弄一些有的没的啊，什么丢什么铝条啊，对啊，或者直接就跟你很接近啊，逼你离开啊，我认为这个大概已经变成他的新规矩啦。就说他也是大国啊，他也要对那个哪个地方是红线来做定义啊之类的，就还稍微尊敬你一点点啊，就是美国，但是我有告诉你，你这边不要来。可是问题是，美国他自己可能来的次数比较少，但是呢，也看到了中方这边态度也是蛮绝对的，原因是因为你可能会叫你的小弟来。菲律宾这件事情怎么样来看？因为当然菲律宾现在呢，在美国就是一定挺他嘛，就讲说呢，这个冲突一定就是你去，因为人家是要等于说是
组织，然后要送水啊、送物资啊，那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冲撞人家啊？那中方就讲这个用心是十分的险恶，然后呢，菲律宾就直接讲啊，说你们才是所谓的侵略者，反正就是双方现在就是尬起来了。那菲律宾当然大家都认为，两起。在这个仁爱礁附近这边两起，那一定就是因为后面它会有靠山嘛，不然它也很少这么猛嘛。那一直往前冲的原因是因为南海行为准则，还是因为在这附近美国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这个时机点不要让它太安逸、太平歇。不，美国就是不断的，我认为这个根本就是美国下令的啦。就是派菲律宾去跟你玩一玩啦。美国当然要这样这里不平静啊，不然军方会晤沟通干嘛？你就不会想要跟我谈？当然是啊，所以是状况多一点，你才会来跟我谈啊，不是吗？那另外一个当然有南海行为准则，当然也是原因啦，因为现在只有菲律宾还没有签字。对。那另外一个是习近平本来大概会在这个月底去越南。但4天前他先见了越南里面“一带一路”他们去代表去嘛，对，那你觉得他会去吗？有这个回访，因为据我了解，已经把一个800人住的酒店给包下来了。对，你看800人的800间房间。对，所以应该是真的啦啊。那美国当然要在中越高峰会之前制造一点周边的状况啊。比如说，最好菲律宾的船被中国撞沉啊，然后就跟越南讲说，你看，就是会发生这种事啊。我认为是故意的啦。那可是越南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次仁爱礁跟黄岩岛，菲律宾船的这个进入，是，然后跟中国船只的互动啊，在东南亚报道的不多，但他有邀请 BBC 去拍。我知道，可是那个是自己搞的嘛。对，我是说越南政府、马来西亚政府、印尼政府就觉得这个是你南海行为准则相关方。对，可是他就觉得你在玩呐，在玩把戏啦。你要就回来审南海行为准则嘛，你玩这个有什么用？所以他们就觉得，你菲律宾要配合美国这样玩，他们也没办法，因为只有他有共同防御条约。其他国家都没有，对不对？对，所以没办法你要这样玩，那你自己去玩吧。那结果你本来1月，菲律宾那个小马可斯就去北京了，到现在什么也没得到。那你要这样玩吗？这个对菲律宾国家有利吗？不然搞不好你早就是，比如说印尼啊，印尼人家国事访问之后。现在所有的经贸合作都早就开始了。越南也是啊，因为越南北部那一段那个高铁啦，我估计他就是要拜托中国来接啦。就是都是这种事情在进行吧。那就只有你菲律宾在那边玩政治啊。因为事实上又没有人要占领仁爱礁，仁爱礁事实上已经被控制了。对，是你菲律宾的船给人家卡在那里嘛。那个船已经卡了24年了，你没看到有人要拖它，那所以你是要干嘛？就是菲律宾你的 plan 是什么？一样的，我们也问同样的问题嘛。你这个南海的一个相对小的国家，然后动不动就来这边闯啊，那边撞啊，要运东西进去了，你是要干嘛？美国走了，你守得住吗？简单讲就是这些地方都是中国只要用力就收回去的地方了。对不对？比如说那个船，我就帮你拖走啊。那黄岩岛本来就是中国大陆在控制啊。是。他现在只是说要不要进一步填海造陆啊，是这种问题嘛。那菲律宾就3不5时就来啊。来宣达主权啊，说这里是我的有什么用？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的外交立场就是这样写啊。是。你这样做就可以让他改变外交的政策吗？就是你的具体目标是什么？不知道啊。然后应该是有目标，然后再去下面的 plan 1、2、3进程是什么？所以人家才会怀疑。是小马可斯的个人问题嘛？
而不是菲律宾政府嘛。他个人跟美方的立场有问题。对，比如说，是不是你家的财产的问题啊？或者你家的司法的问题啊？所以你急需美国政府协助。不然你是要干嘛？因为他已经搞这个搞很久了。你从6月到现在，那个时候美国中方这边还说有最后通牒，我记得是6月15号，然后就通牒过了，好像也就这样了。他也没有强硬的一定要进去，或者是他要什么，就很明显他就是先放着，然后先让他子弹再飞一回这种感觉。对，那我觉得他是在南海行为准则通过之前，他不会把局面弄糟了。因为还没有过嘛，先过了之后再说。对。那所以在南海这边，有一个人他也讲了，这个就是澳大利亚的总理哈。你怎么样看艾班尼斯？他现在在说访华之前，先去了美国。那当然去了美国之后，最近就讲 AUKUS 嘛。然后你讲说，你们先前是不是有讲到这些矿产的问题呀？不要忘了，我们是矿产大国，我们可以跟美国企业一起好好来合作。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止他啦，还包括了我今天上面放的一个是泰国哦。大家其实都跟中方这边，他们是保持着一定的默契跟一定的友好关系，大家讲话也都是还蛮小心的，行礼如仪的。那这一切的这个距离感，大家已经开始慢慢的摸索出一条路出来了。好像真的就像您刚刚讲的，是在整个这个亚太的区域里头，就是那一些的国家，本来美国很坚定的盟友，好像澳大利亚现在也有点松动。也不能这样讲，也不能这样讲，因为它 AUKUS 也没有改啊。防务的部分，它前舰的部分，它还是很靠美国跟英国。他最近有做一个决议啦，就是达尔文港。中国标的那个案那他认为这个没有国安问题，对，只有这个议题比较有政治性其他都是经贸问题就是中国让了什么关税，他就跟着让什么关税，都是这样就彼此就是持续的好来好去。那现在那个红酒啦，还有龙虾啦、煤矿啦，大概都开始在恢复中了。所以它友好的部分，它就让它先行。但是，比如说啦，日本跟韩国，它也跟得很紧嘛。但现在他们现在一直跟的这个状况之下，当12月真的石墨要被管制出口的时候，看起来最重伤的可能不是美国，会是他们这2个地方。主要是韩国，韩国90%从中国买。对，那他们怎么办？像这样子的一个，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啊，谁叫你要抵制中国？他们现在还在希望中日韩可以一起来开个会啊。这是12月，还早啊，因为现在谈那么远的问题意义都不大了，随时都有变数了，可是他们会持续的在跟着。这是韩国，那日本，因为它还是有那个核污水的问题对，所以难度很高啦，那也还卡着，也看起来也是没有办法再持续往前，只是在晶片这一战还会再出手吗？不，晶片已经出手了对，你觉得还会再有下一步吗？因为现在其实中方现在已经是1个月一个，我觉得它看起来就是1个月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进程，然后慢慢再堆加上去。当然，它稀土这边还没有出来，那可是它每一个已经感觉好是准备好一个篮子的东西，然后就是你丢什么，那个都是针对美国啦。我就丢一个，我就丢一个。是因为他们有一些国家跟进美国嘛，所以就连带被制裁嘛。那都是美国发动的啦。那这一路走就会走到明年选举，这对拜登来讲其实真的没有比较好啊。他现在10年期的这殖利率也没有比较好，然后债王也直接讲了说今年年底之前经济不会好。那他到底在想什么我不知道，我对拜登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他是一个混乱的一个统治者，根本不知道他在干嘛。已经看不出一个连习近平这种就在眼前的拜习会，是你希望见人家对啊，那你自己做了多少矛盾的动作？连这个这么明显他都会这样了，那其他议题我干嘛帮他想？他肯定是混乱成一团嘛。肯定不会按照我们以为的常理来出招。本来就是啊，他现在只在乎以色列可不可以赶快救啦，然后犹太金主赶快捐钱给我啊，他大概是这样。选举对啦，重点还是金主能当然是啊，出来啦，就犹太人的票。还有金主啊，要巩固住啊，不能被共和党抢走啊。我认为他想的大概只有这个层次而已啦。就看不到太远的东西，
先把眼下目前他能够想象要有的东西先拿到，之后再来考虑后面的。这也不是远呐，近的他也没有做什么、啊。11月中那个他也没有想要做什么、啊，没有啊，而且也没有想要动。他很多政策都只有嘴巴讲啊，也没有落实啊。所以听听就好了，就这样了。那个拜登跟布林肯是我见过美国有史以来最弱的政府了。你去对比川普嘛，还有他的团队嘛，是非常弱的政府了，常常自相矛盾，然后讲了没有落实，这种例子太多了啦。所以我对他讲话我就听一听啦，那等着有具体的预算再看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有看到很多的讯息，然后呢，就是拜登说了什么，然后呢，布林肯说了什么，但是确实啊，跟我们之前预期的，比如说我们认为说啊，他经济方面其实也许他还需要中方这边来帮他买一点美债啊，或者是他在选举的时候让经济好一点的时候，跟美国跟中方这边，比如降一点关税啊，双方都好嘛，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目前看起来好像他也没有要特别释出什么样的一个氛围，让他自己的选情好一点。这真的是中国上个月又卖了164亿美元啊的美债啊，持续的，当然是持续的，全世界都在，债王也一直在平仓，全世界都在卖啊。债王也说他这里在平仓，然后就大家都不看好，只有美国政府告诉我们经济数字很棒，绝对不会有问题，但是呢，有可能会升息，所以大家已经抓雷弹了。华尔街这边也会有一些反应。今天非常谢谢亮哥来到我们的这个全球大量化。那与此同时呢，也要跟大家讲，就是等于在2点15分的时候，我们的新闻大白话即将就会上线，欢迎大家呢在 YouTube 频道里面可以准时来收看，在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啊，也不要忘记哦，聊天室里面还有什么？还有今天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个，就是所谓的黑卡好心情。好，今天呢要跟大家讲，就是只有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才可以买到这个达到5折的优惠，3入组58折2250，7入组呢则是56折5050。那当然啦，可以让你吃完之后，我自己的感觉是吃完我刚刚哈，就是你会觉得说好像还你什么时候吃啊？我刚刚啊，你刚刚有吃啊？我刚刚开录之前有吃啊，对啊，我就想说我跟亮哥对话，我要全神贯注，精力充沛，对，所以我就开录之前我赶快先吃一下，让我的脑子运作的好一点点。亮哥脑子动太快了，我有点跟不上，所以我要来加油。今天谢谢亮哥啦，感谢大家，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拜拜。